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隐身护卫舰，虽然标准排水量仅有3900吨，但其单艘建造成本高达4.5亿美元，与绝大多数国家的驱逐舰造价相当。该型护卫舰将成为日本未来20年最为重要的水面舰艇之一，将和日本的万吨级宙斯盾驱逐舰一起组成日本海自的核心水面舰艇。这就是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该级护卫舰由三菱重工和三井造船共同建造，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设计的下一代多任务隐身护卫舰。预计海上自卫队将采购多达22艘，目前已经下水5艘。最新的一艘石沈号于2022年6月23日在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下水。当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的现役盾舰数量已经达到了12艘，另外2艘27DDG 型舰在西装中，其中羽黑号已在2021年3月份服役，这个规模妥妥的算是亚洲第2。如果算上36艘在役的非宙斯盾驱逐舰的话，海自的实力甚至可以称之为是亚洲第1。日本在拥有如此之多的万吨神盾大驱前提下，为何还要研发新一代小型护卫舰，并且还要建造这么多？这就不得不提到海自的构成和任务划分。海上自卫队分别为自卫舰队和5个地方护卫队。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海自的主要任务是遏阻苏联和朝鲜，牢牢掌握宗谷、监宫、京亲、对马4大海峡，并防卫关岛到东京、大阪到台湾海峡的海上航线。自卫舰队是海自的主力部队，其核心力量是4个实时舰队，也就是之前88舰队的升级版。每个舰队配备1艘直升机航母，外加9艘驱逐舰。5个地方护卫队相当于2线部队，主要任务是近海防御和处理低烈度冲突。这5个地方队分别是佐世保、吴、横须贺、武贺以及大凑地方队。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自卫队将淘汰舰艇编入地方队，地方队也不再满足于近岸和本土滩头作战，大笔一挥将作战理念改为公海主动迎击作战。但与近些年自卫舰队中主力舰艇质量大幅提升不同，日本海上自卫队一直对下属的5支地方队的投入较少，只是将自卫舰队中退下来的初雪级、朝雾级等老式导弹驱逐舰调拨地方队，与2500吨级的老式阿五卫级、西章级、石兽级等护卫舰一起应对近海威胁。然而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地方队仅靠这些老旧舰艇在周边海域的防卫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在2014年日本发布的平成26年度中期防卫整备计划中，海自提出了未来多任务护卫舰方案，计划建造日本新一代乙型舰艇。这里火力军提一句，日本将配属在1线自卫队的舰艇称之为甲型，例如爱宕级和秋月级驱逐舰；配属在2线地方队的称之为乙型，例如西章级和阿五卫级。因此该型舰旨在替换老旧的阿五卫级护卫舰和隼级导弹艇，在未来作为海自地方队的主力舰艇使用。但是海自考虑到替换老舰的新舰数量不足，在不断变化的周边局势中已难以维持海上优势，因此新舰已不能仅仅局限于护航驱逐舰这个角色，其有必要担负起未来朝雾级和初雪级护卫舰的部分作战任务。于是该方案经过一番修改后演变为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达到5500吨的标准护卫舰。该型舰修改后的体量已经超过了海自上一代通用驱逐舰初雪级和朝雾级，也使得日本也舍弃护航驱逐舰这一划分，改用护卫舰这一正式称谓。该舰的名称也改为平成30年度多机能护卫舰，这也是日本海自首次使用真正的护卫舰这一舰种。这也标志着随着世界上最后一种护航驱逐舰阿五卫级被替代，护航驱逐舰这一舰种也彻底消失。30 FFM 中的30代表平成30年， FF 代表未来护卫舰， M 代表融合水雷作战任务能力的多任务性，最后一个字母用了 M， 却没有用代表区域防空导弹防空系统的 G， 说明该型舰的整体定位并不是一艘主力战舰，其主要特点是融合，主要用途是进行近海作战，囊括了水雷战和反潜作战的相关要求，而且特别强调以水雷战为优先的多任务性。
而随着2021年3月3日，该型护卫舰的首舰最上号在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下水。我们按照军舰的惯用命名规则，将该型护卫舰称为最上级护卫舰。其装备的主要武器系统为一座 Mk45 127毫米舰炮，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2具 HOS-303 型反潜鱼雷发射器，以及2组8单元 Mk41垂发导弹装置。17式反舰导弹虽然是亚音速反舰导弹，不过其射程达到了400公里，比美军装备的鱼叉反舰导弹还要多100公里。Mk41 则是海上以及美国海军的主力垂直发射系统，可以装填包括标准系列防空导弹和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在内的一系列武器。但目前1号舰最上号和2号舰熊野号上的垂发系统位置只是预留的空间，并没有安装16单元的 Mk41， 因此该型舰的防空武器目前仅有一套靠舰体后方布置的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实话讲，这样的防空系统对于5000吨级的战舰而言着实有点不够用。至于为何目前不安装，则与其自身定位和雷达系统配置有关。最上级护卫舰的最初的定位是作为2线的乙型舰艇使用，因此和其他海自主力舰艇相比，最上级护卫舰的作战指挥系统进行了降级处理。同时，当前状态并不要求其具备太高的防空能力，因此据推测，其目前装备的 X 波段雷达并不具备对空搜索和火控模式。最上级设计有 Mk41垂直发射系统，但单纯依靠现在配备的雷达是无法完成多数现有防空导弹的制导，只能等到后续搭载主动导引头的 ESSM Block 2型海麻雀导弹或者03式地空导弹的舰载型号正式装备，该处预留空间才会上 Mk41垂发，同时还可以装填07式反潜导弹。日本海自公开的参数中，最上级护卫舰的首舰最上号舰长133米，宽16.3米，标准排水量3900吨，而满载排水量却达到5500吨，这中间足足差了1600吨。如此之大的冗余度，主要是用来装载大量的燃油和淡水，这表明其能够涉足远洋作战，这就相当于一艘通用型的中型驱逐舰了。最上级护卫舰的舰体类似于英国的45型驱逐舰体，采用了当年流行的隐身舰体造型。该型舰的舰首水下手部并未采用传统造型的水滴型球匕首，而是采用光滑扁平圆头的造型。舰身前部水下两侧装备有减摇旗，在动力系统方面则采用了传统的柴燃联合动力模式，采用双桨双舵推进装置，主机为一台罗尔斯罗伊斯的 MT30 燃气轮机，辅助动力为2台德国 MAN 的12伏中速柴油机。在低速巡航时使用柴油机，在高工况下使用燃气轮机或柴燃同时使用，既保证了普通航行时的经济性，又确保了作战任务时的充沛动力。其总推进功率达到 6.4 万马力，最高航速可达30节。最上级在外观上来看，整体上层建筑表面明显内倾且无舷窗，线条简洁单一，看不到其他结构造型。主体上层建筑分段式包含了3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位于前端，为封闭阶梯状主控平台舱室，包括了指挥控制以及舰艇操控。中部为封闭的动力舱室，两舷设有明显的隐藏式救生艇舱室。为了隐身效果，平时救生艇舱门处于关闭状态进行掩盖。动力主烟囱位于顶端中部，辅助动力舱室位于直升机库前端的两舷前部，其中嵌入式交叉布局的17式4连装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也位于此。后部为专用直升机机库，能容纳一架 SH-60K 海鹰中型舰载反潜直升机，而 SH-60K 可携带2枚反潜用的 Mk46鱼雷或97式324毫米鱼雷，也可选择挂载副油箱加 Mk64深水炸弹来提高反潜距离。除了反潜作战外，该直升机还可选配反舰型地狱火导弹来攻击小型船舶，由机手的 AAS-44的激光标定器导引，尾部则是宽大的直升机平台。除了满足起降舰载直升机之外，还能满足一些无人机的起降作业。全舰唯一的开窗在塔台顶部前端的指挥室，全舰的封闭式结构看不到其他外露式舷窗，显示出现代舰艇的标志性造型。全舰的隐身效果相当突出，位于舰尾的
配合最上级护卫舰的反潜、布雷及海上作战能力，海自可以形成岛屿防卫作战中对海上关键节点的严密防守，从而遏制敌方穿越东海与南海，并顺利夺回制空制海权。在以上的海自作战设想中，可以看出最上级护卫舰不仅仅是二线地方护卫队的主力舰船，在遇到真正大规模作战时，其也能发挥出巨大的价值，可谓是海自当中当之无愧的多面手。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最上级护卫舰的性能如何？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